进过这栋房子的人都会失踪，这里的时间每隔12小时刷新一次，如果撑不到黎明的话，会以各种方式死去，被面具人追杀，被神秘力量操控，被9米高的巨人吃掉，又或者自爆身亡。这里就像一个随时会刷新玩法的大型密室逃脱，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什么。这就是今天刚上映，改编自同名游戏的密室逃脱类电影《直到黎明》。故事开始于一天下午，几个朋友陪着丽莎来到这片山区，因为她的妹妹在这附近失踪了。在山脚下的加油站休息时，跟便利店员了解到，很多人来这找人，因为很多人在附近的格罗尔山谷上失踪。于是乎几人照着店员指的路，战战兢兢地往山上赶。一路上雷暴雨下个不停，正当他们想掉头回去时，天空突然放晴，山顶上没有半滴雨水，外面却呼呼下个不停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立着一栋木屋，里面无人居住，家具看起来有些陈旧，日历停留在98年10月24日，但有一点很特别，上面标注了日出和日落时间。一开始几人并没有觉得很奇怪，以为这里放晴只是自然奇观，房子也只不过是没人住罢了。直至他们发现墙上贴满了只有大头照却没有具体信息的寻人启事，以及登记册上丽莎妹妹的13次签名，才意识到这里的诡异。其他人的签名也有很多次，而且一开始写得很工整，后面写的像鸡无力一样。正当他们寻思着丽妹到底在哪，以及这里为什么这么奇怪时，屋内出现了一个面具人，他力大无穷且没有痛觉，几个人做出的反击毫无效果，最终被面具人逐个杀死。看到这里时，主包还以为是追杀类惊悚片，不曾想下一秒逆转的剧情出现了。随着时钟上的漏斗漏完，齿轮开始往回转动，时间回到了12小时前，大家都各自做着自己的事，却又保留着上一轮的记忆，每个人都处于恐慌不解的状态。更恐怖的是，墙上多了他们几人的照片。正当他们讨论如何逃出去时，有着灵媒体质的小敏感到很不舒服，接着便全身扭曲抽搐起来。随着他一声尖叫，屋内的灯泡被炸裂。就这么一会的功夫，小敏竟不见了踪影，只听见房间里传来她的低语声，闻声而去。只见小敏正飘在空中，她感应到了失踪者的悲痛，叽叽咕咕说了一阵后，扭头提醒丽莎不要让那个家伙进来，接着便拧断脖子倒了下来。很快有一个女孩敲门求救，丽莎听出了是妹妹的声音，而且外面好像有怪物在攻击妹妹。可等她开门冲出去时，外面却什么也没有。奇怪的是，对面多了栋旧房子。 That house wasn't there before. 一股无形力量将丽莎拖拽往破房子走，快要到达门口时又突然停了下来。丽莎连忙站起身。丽莎从昏迷中醒来，被周围奇怪的面具给吓了一跳。大厅里坐着一个带氧气罩的老太婆，丽莎喊了几声她都没回应，看起来怪吓人的。她想趁机逃离，但门锁住了打不开。一转身，老太婆竟站了起来。她说只有一个办法，要么熬到黎明，要么成为这里的一部分。说着说着，一把将丽莎拉倒在地，用氧气罩盖住丽莎的脸，嘴里嘀咕着咒语。丽莎的眼珠逐渐变黑，老太婆最后化成了一滩灰。卷毛提着电筒赶过来，本想着来救丽莎，却不曾想被戴着面具的丽莎给杀了。剩下的大壮和鼻环姐想趁机开车离开，没想到刚开出去就遇到一个9米高的巨人，吓得他们立即撤了回去，最后被上一轮的面具人给杀死。至于着了魔的丽莎，也是被面具人一脚油门给撞死的。沙漏再一次扭转，他们又一次刷新复活。有了之前2次经历，他们将所有大门堵住，躲在厕所里哪也不去，以为这样就能躲过追杀。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死法更加离谱。大壮因为太口渴，接了点自来水喝，还另外接了一杯递给其他人。而就在他们解读老太婆说的那番话时，大壮突然咳嗽了起来，紧接着其他几人也陆续自爆了起来。就这样他们很快刷新了一轮。既然呆着不动也会死，倒不如积极点找出谜底。他们翻遍了这里的所有资料，发现山脚下那个便利店员原来是这里的员工。报纸的资料显示，20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采矿灾难，因为钻得太深又太靠近格洛尔镇，导致小镇塌陷嵌进了地下，造成100多人死亡。而那个便利店员其实是请来为幸存者治疗的创伤专家，所以现在他们所处的地下室其实是房子原本的1楼。打开大门，外面是通往别处的通道。另外卷毛还找到了一本录像带，是当时专家留下的治疗记录。说是说治疗，实际上是拿幸存者做实验了，通过不同的方式折磨实验者，研究焦虑和恐惧对人类的影响。据这里的研究表明，当重复创伤次数变多后，人的躯体会发生变化，后脊梁长出奇怪的骨头，也会变成像丧尸那样的怪物。录像带里的最高记录是重复11次，签到本里的最高记录是13次。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专家的声音，丽莎让他放了大家。专家说有一条路可以出去，但是要付出代价，就是5个人中必须死一个，谁都不想少一个出去。丽莎觉得谜底在专家身上，必须想办法找到他才行。他们在抽屉找到了小镇的地图，再根据员工证上的地址找到了专家躲藏的位置。丽莎提出要见面谈谈，
专家说可以，但要他独自过来。 I'm here with your sister. I might just let you see her. No. I have to try. No. Let her go. Let her go. Let her go. What is wrong with you? 因为大壮拦了一下，大家没有阻止到丽莎去找妹妹。大壮其实是听信了专家的说法，想着丽莎出去容易死掉，其余4个能熬到天亮就逃出去了。殊不知其他人说，如果丽莎在外面死了，我们就在黎明之前互杀，让计划重新启动。首当其冲被杀死的便是大壮。女友鼻环姐实在看不下去，直接将其送走，让卷毛和小敏出去找丽莎。但刚出去没多久，小敏就因被怪物追杀，从玻璃天花板掉了下去，最终被怪物给拖走。而丽莎这边在森林踩中了捕兽夹，捕兽夹下面还拴着一条铁链，她被拖进黑暗之中，费了好大劲才爬出来。没多久，卷毛赶了过来，而就在他帮丽莎解开捕兽夹时，妹妹的身影出现在面前。可当看清楚一点，才发现妹妹原来变成了怪物。卷毛连忙将捕兽夹罩在妹妹脸上，接着带丽莎往矿洞的方向逃离。至此，他们才明白老太婆说的，原来撑不到黎明的话，最终会从玩家变成 NPC。由于这一局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就算有人撑到黎明，也不是完整的5个人。他们选择了重来一次，不过这一次很奇怪，他们直接跳到了第13次，中间那几次的记忆都记不太清了。而大壮的后背已经出现录像带里说的症状，后脊梁长出了奇怪的骨头。 Yeah, nobody has more than 13. Tonight might be our last chance. 此时他们发现小敏不见了，但是他们失去了很多记忆，不知道小敏是不是已经变成 NPC。大壮突然想起自己好像拍了很多视频，翻开手机一看，果然记录了前几轮的经历。丽莎的脸上长了虫，室内遇见巨人怪等等。最后专家出现在镜头里，吹着口哨走进了地下通道。小敏对着镜头说，我决定跟踪他，看看能否找出有用的线索。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一起闯入地下城，找到专家拯救小敏。可这里的通道四通八达，且四处都有怪物追杀，最终他们几人被迫分开。丽莎独自前往专家的住所，其他3人留下来对付面具人。半路丽莎遇到了妹妹，但她没有圣母心发作，而是将妹妹飞扑在带有尖刺的地方，一招解决掉了妹妹。很快丽莎找到了专家的实验室，原来小敏被关起来做实验了，跟她锁在一起的还有另一只怪物。丽莎在找钥匙的过程中误打误撞走进了监控室，正看得入迷，专家突然走了进来，神神叨叨地说了一大堆。丽莎没有听进去，而是留意到天花板上的水管在滴水，下方正好放着专家的杯子，要知道喝了这里的水可是会爆炸的。丽莎趁其不注意，悄悄将水杯移过去，装了几滴水后，又将水杯移回去。等教授品上一口咖啡后，丽莎谨慎地往后移了一步。Someone always has to die. Yeah. But this time, it's you. 最后丽莎找到钥匙，将小敏给救了出去，而另外几个小伙伴也解决掉了路上的怪物，最终成功从地洞里逃了出来。随着最后一点沙漏落下，时钟没有再发生旋转，外面的天空也放晴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几人立即驱车下了山。但这里的故事似乎并未停止，监控室里的画面闪了几下，刷新了另一个场景。